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收看嘉诚养生道。您或者您身边的老友，是不是也习惯每天拿一点姜黄，用温水一泡就喝下去了，指望它能活血抗炎？但今天我们要告诉您一个可能让人意外的真相。私人医生透露，这样吃下去的姜黄90%都成了穿肠过客，几乎无法被身体吸收。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想想看，花了大价钱买了上好的食材，却没得到好身体的底气，多可惜！香港那位90多岁依然精神腾腾的首富，他的私人医疗团队在健康管理上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原则：吃得贵不如吸得对。不懂得身体吸收通道的奥秘，再好的营养也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其实真正聪明的养生讲究的是借力打力。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拆解一套极少人知道的黄金3步骤：开路、护送、激活。只需要在您平时的习惯上做一点点小改变，就能让营养真正进到细胞里，变成生命的底气。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我们还会分享2个极简的日常食谱，材料在菜市场就能买到。现在不妨在弹幕上打个字，或者在心里回想一下，您平时喝姜黄加过1滴油或者1点黑胡椒吗？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几分钟，请一定要仔细听好。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是非常上心的，橱柜里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听说什么对血管好，什么能抗发炎，总是毫不犹豫地买回家。可是吃了半年、1年再去体检，或者平时上个楼梯，感觉身体的沉重感并没有减轻多少。这时候大家往往会怀疑，是不是买到了假货，或者是吃的还不够多。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生命规律。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靠单纯的堆砌就能换来的身体不接纳的营养，吃的再多也是负担。我们观察那位香港首富的晚年生活，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身边有着全球顶尖的医疗团队，但他个人的饮食却极其简单克制。他的私人医生团队并不主张每天给身体灌下大量的浓缩营养液，而是把精力放在如何让最普通的食物在体内发挥最大的效用上。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智慧：关注转化。在人生的长河里，我们存下的钱如果不去使用，那就只是一串数字。同理，我们吃进肚子里的好东西，如果没有进入血液，没有到达需要修复的关节和细胞，那就等于没吃。很多老年朋友的养生往往陷入了重投入轻转化的误区，以为只要咽下去了，任务就完成了。殊不知，咽下去只是第一步，身体内部的漫长旅程才刚刚开始。最高级的养生不是不断地做加法，而是懂得如何帮身体扫清障碍，让原本就好的东西顺理成章地发挥作用。身体这座精密的机器，经过了几十年的运转，有些通道已经慢慢变得狭窄或者迟钝了。对于姜黄这样脾气有些倔强的食材，我们不能用强，只能顺着它的性子来。我们需要先给它把门打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黄金3步骤里的第一步：开路。开路意味着不要打无准备之仗。在姜黄素进入肠道之前，我们需要提前给身体营造一个他喜欢的环境。这个环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杯简单的温水不仅帮不了忙，反而会让营养白白流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把钥匙，才能悄无声息地打开身体吸收的这扇大门？当您明白了开路的道理，您对日常饮食的看法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套健康智慧的深处，看看这把开路的钥匙究竟藏在我们厨房的哪个角落里。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岁月的流逝和身体机能的衰退，
总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急迫感。今天听说某个食材好，恨不得立刻吃下去，明天就能看到关节不疼了，精神变好了。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不仅是普通人的常态，也是我们在健康管理中最容易踩空的陷阱。在那位香港九旬老人的健康哲学里，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智慧：凡事必须前置准备，绝不打无准备之仗。在他的私人医生团队看来，对待身体就像是经营一份长期的事业。您不能在暴雨倾盆的时候才开始寻找雨伞，也不能在身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强行灌注高浓度的营养。身体是一个有着极其严格防御机制的堡垒。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肠胃的吸收能力、细胞的活跃度都像是一扇扇生了锈的门。姜黄作为大自然赐予的天然抗炎瑰宝，它里面最核心的有效成分叫做姜黄素。但姜黄素有一个非常固执的脾气，它是脂溶性的，而不是水溶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像我们在厨房里洗碗，如果碗上沾了厚厚的油污，您仅仅用清水去冲，哪怕水再多，水温再高，油水也是分离的，油污依然牢牢地挂在碗壁上。姜黄素和清水的关系就是如此。当您仅仅用温水把姜黄粉冲泡开喝下去时，姜黄素在您的肠胃里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孤岛。身体的细胞探出头来看看，发现这是一个无法融合的外来物，于是连门都不会开，直接让它顺着肠道排出了体外。这就是为什么90%的老年人坚持喝姜黄水，却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开路。营养的价值不在于您吞下了多少，而在于身体的通道为您敞开了多宽。所谓的开路，就是要打破这种油水分离的尴尬局面，提前为姜黄素在体内铺设一条平坦顺滑的轨道。在这个黄金步骤中，我们需要利用身体的自然规律，去温和地安抚我们的消化系统，让它心甘情愿地打开大门。私人医生团队常常建议，在摄入这类脂溶性营养之前，必须先给肠胃传递一个信号。这个信号通常是由温和的油脂来完成的。当一点点优质的油脂，比如1小勺初榨橄榄油、一点核桃，或者哪怕是全脂牛奶中的天然乳脂，进入胃部时，我们的胆囊就会收到指令，开始分泌胆汁。胆汁就像是身体自带的乳化剂，它能够把油脂分解成极其微小的颗粒。只有当身体进入了这种准备迎接脂肪的工作状态时，此时摄入的姜黄才能顺理成章地搭上这趟顺风车。姜黄素被这些微小的油脂颗粒温柔地包裹住，就能顺顺利利地穿过肠道壁，进入身体的深处。这种做法暗合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未雨绸缪的生存智慧，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只盯着最后的结果，而要懂得去经营过程。不给身体开路，就强行进补，就像是在锁着的门外大声敲门，而懂得开路的人是轻轻转动钥匙推门而入。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好复杂，是不是意味着每次喝姜黄都要吃得非常油腻？完全不是。开路讲究的是4两拨千斤，只需要极其微量的一点介质，就能唤醒身体的吸收通道。它可以是您早餐吃的一口坚果，也可以是一小杯温热的全脂奶。这是一种温和的引导，绝不是粗暴的负担。当我们把这种前置准备的思维融入到1日3餐中，您会发现养生不再是一件充满焦虑的苦差事，而是一场与身体从容对话的修行。我们不再盲目地追求那些昂贵的、吹得天花乱坠的保健品，而是开始关注食物之间的相互成就，关注身体细微的反馈。真正的强者
从不在毫无胜算的地方消耗精力。真正智慧的养生，也从不在没有打开通道的身体里浪费营养。当我们在温热的餐桌前，用正确的方式唤醒了身体的吸收本能，这扇大门就已经敞开。然而，通道打开了，仅仅是成功的第一步。姜黄素在进入血液之后，它在体内的生命力其实非常脆弱，很容易在还没有到达发炎的关节或组织之前，就被肝脏当成异物快速代谢掉。这就好比我们费尽心机把一位贵客请进了城门，如果一路上没有护卫的陪同，他很可能在错综复杂的街道中迷失方向，甚至半路折返。那么一旦路开好了，我们又该如何为这位脆弱的贵客安排一场万无一失的护送呢？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厨房里最不起眼的调料，能够瞬间将姜黄的吸收率成百上千倍的放大？这就是我们下一环要拆解的核心智慧。当我们用温和的油脂为身体打开了吸收的大门，姜黄中的抗炎精华终于跨过了肠胃的门槛。很多朋友可能会长舒一口气，以为到了这一步，养生的任务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其实不然，身体内部的运行法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密得多。姜黄素是一位极其珍贵但也极其脆弱的客人。当他满怀诚意地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准备前往那些酸痛的关节、疲惫的器官去进行修复时，他会立刻遇到身体里最严格的安保系统——肝脏。肝脏是我们身体里最庞大的解毒与代谢工厂，它的天职就是以极快的速度清理掉血液中一切他认为非日常必需的物质。由于姜黄素具有极高的生物活性，它往往刚一露面就会被肝脏的雷达迅速锁定，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的姜黄素还没来得及抵达您的膝盖，您的血管就在半路上被肝脏无情的分解，并迅速请出了体外。这就好比您费尽心血托人送一件稀世珍宝去远方救急，城门虽然为您打开了，但因为沿途没有镖局的护送，这件珍宝在半道上就被拦截，流失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经营一份长久的事业，还是维系身体的健康，单打独斗往往走不远。懂得寻找合适的合伙人，才是最顶级的智慧。那位曾缔造了庞大商业帝国的香港老人，他一生的行事哲学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底色，极度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在他的私人医疗团队看来，这种寻找可靠搭档的智慧，同样适用于我们微观的身体世界。万物相生相克，好的营养成分也需要贵人相助。为了保护脆弱的姜黄素，医疗专家们在浩如烟海的自然食材中找到了那个能完美承担护送任务的贵人。这个贵人并不是什么价格高昂的稀缺药材，而是我们厨房里最不起眼、最朴素的一样调料——黑胡椒。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金黄色的姜黄和黑乎乎的胡椒，这两种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香料，在我们的身体里怎么会产生联系？这就是大自然最奇妙的安排。黑胡椒中含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成分，叫做胡椒碱。胡椒碱在血液中就像是一面拥有特权的通行令牌。当姜黄素与黑胡椒结伴而行时，胡椒碱会提前一步向肝脏发出一个温和的信号，让肝脏的代谢速度暂时性的慢下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胡椒碱就像一位忠诚的护卫，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肝脏的快速清除机制，为姜黄素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时间。科学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数据，仅仅加入微量的一点点黑胡椒，就能将姜黄素在体内的吸收利用率足足提升2000倍。这2000倍的差距，就是吃了一堆心理安慰与真正让细胞重获生机的巨大鸿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老一辈人常说的那句老话：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根泥巴三个桩。在这个浩瀚的自然界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是可以绝对孤立存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追求健康的路上，特别容易陷入一种迷信单一神药的误区。今天听说吃某一种维生素好，就拼命只吃这一种；明天听说某一种草药神奇，就成把地熬水喝。但真正的养生智慧，绝不是盲目的堆砌单一的营养，而是讲究食材之间的协同作战。再好的营养成分，如果没有贵人的沿途护送，也只能是过眼云烟。懂得搭配与借力，才是生命真正的底气。这就像我们在人生的长河里走动，一个人再有才华，再怎么努力，如果不懂得借势，不懂得与他人相互托付，成就终究是有限的。那位首富先生曾用他的一生证明，失去一个人的信任，损失的是整个未来。在身体里失去食材间的默契配合，损失的就是我们宝贵的健康。把这个深奥的生命智慧缩小到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里，其实极其简单。给好东西配个好搭档，您不需要去死记硬背那些拗口的医学名词，您只需要记得，在下一次准备冲泡姜黄热饮，或者炖煮一锅姜黄菜肴的时候，在放了一滴油开路之后，再顺手捏一小撮黑胡椒粉撒进去，就这么一个极其轻微的动作，您就为身体内部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资源整合。这不仅是对自然食材最大的尊重，更是对我们自己身体最大的慈悲。然而，健康的故事到这里依然没有画上句号。吸收通道打开了，贵人黑胡椒也护送着姜黄素安全抵达了身体的各个角落。此时的营养就像是刚刚被运送到工地的砖块和木材。砖块如果不去砌墙，它永远只是一堆死物，进入血液的营养。如果不去激活它，它依然无法转化为我们抵御岁月侵蚀的坚固城墙。那么这最后的临门一脚究竟该如何完成？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些沉睡的营养真正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力？这就是黄金三步骤中最关键，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最后一步。我们已经知道，温和的油脂是一把钥匙，为姜黄素打开了身体的大门，而微量的黑胡椒则是一位忠诚的护卫，护送着姜黄素平安穿过肝脏的代谢拦截。当这两步顺利完成，这珍贵的抗炎精华终于成功汇入了我们的血液长河。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了，对吗？但请稍微停下脚步想一想，试想一下，如果快递员把一件极为重要的包裹送到了您的小区门口，甚至已经安稳地放进了快递柜，但这件包裹如果您一直不去取出来，不拆开使用，它能发挥任何作用吗？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个极其容易被忽视的盲区。那位香港商界传奇老人的智囊团队，在健康管理上有一个非常通透的理念：没有被真正转化和使用的资源都是无效的。停留在血液中却无法抵达病灶的营养，就等于身体的一笔呆账。什么叫呆账？就像是一笔被长期遗忘在抽屉底部的积蓄，看似拥有，却毫无生机。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身体的血液循环速度、新陈代谢的效率，自然是比不上年轻人的。即使姜黄素已经成功进入了血液，但如果此时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极度静止、慵懒的状态，比如刚吃完滋补的食物，就长时间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立刻躺下睡觉，那么体内血液的流动是非常缓慢的。在这样缓慢的水流中，姜黄素就像是一艘失去了动力的帆船，只能随波逐流。它可能永远也无法及时抵达您那隐隐作痛的膝关节，或是感觉僵硬的肩颈。随着时间的推移，
哪怕有黑胡椒的护卫，这批珍贵的营养最终也会在血液中慢慢失去活性，再次被身体作为废物排出去。这就是很多人虽然吃对了搭配，却依然觉得效果不明显的最后一道坎。因此，黄金3步骤的最后一步，也是最为画龙点睛的一步，叫做激活。激活的核心就是人为的给这艘帆船装上强劲的马达。我们要利用身体最天然的动力系统，气血的循环，把这些营养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需要修复的细胞深处。这就好比春天的雨水下到了地里，如果土地结块，水就只能停留在表面。只有当老农扛起锄头，把地翻松，让地气升腾起来，雨水才能真正滋润到庄稼的根部。我们的气血循环就是那把翻土的锄头。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一点也不复杂，更不需要您去进行剧烈的运动，增加关节的负担。私人医生给出的建议往往出奇的简单，在您摄入姜黄之后的半小时到1个小时内，让身体保持一种微微活跃的状态。比如，您可以在清晨喝完一杯加了点油和黑胡椒的姜黄温奶后，出门去公园散散步，或者在阳台上打一套舒缓的太极拳，甚至只是在客厅里做10几分钟简单的拉伸。当您的心率微微提升，当您感觉到身体开始有一点点发热、微微出汗的时候，这就是身体的循环系统被全面唤醒的最好信号。在这个微热的状态下，您的心脏就像是一个强有力的水泵，加速把满载着姜黄素的血液源源不断地泵向四肢百骸。原本有些淤堵、狭窄的微血管被充盈的血液缓缓撑开，抗炎精华终于得以突破重重阻碍，精准地覆盖到那些受损发炎的组织上。这就完成了从被动吸收到主动修复的完美跨越。除了适度的活动，激活的另一个秘诀在于顺应天时。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体的代谢也是在白天最为旺盛。因此，将这份滋养安排在早餐或午餐时分，借着身体原本就高涨的阳气去推动它，远比在夜深人静、身体准备休眠时摄入要聪明得多。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靠1分1秒的纪律和顺应自然的智慧养出来的。听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道理我都懂了，但是要在每天的生活里同时记住加什么油、配什么胡椒、什么时候吃，会不会太麻烦了？坚持不下来怎么办？别担心，最顶级的策略往往都隐藏在最朴素的生活习惯里。在下一章，我们将把这套听起来高深的黄金3步骤彻底浓缩进2个极其简单、美味且在菜市场就能凑齐材料的日常食谱中。让我们一起看看如何把健康安心地交给时间。当我们彻底弄懂了开路、护送、激活这套身体运作的底层逻辑，您会发现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其实并没有那么昂贵。那位充满智慧的香港老人一生缔造了无数商业奇迹，但他手腕上戴着的却是一块几十年都没有换过的普通手表。在他的世界里，炫耀是一种软弱，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这种克俭的人生底色，同样是他健康哲学的核心。最高级的养生，从来不是去追逐那些昂贵罕见的奇珍异草，而是用最朴素的耐心，把最普通的食材发挥到极致。为了让这份智慧真正走进您的生活，私人医生团队最推崇的其实是以下2个极其简单，在任何一个普通菜市场都能凑齐材料的日常食谱。它们不花哨，却完美地契合了黄金3步骤。第一个食谱是一杯温暖的黄金姜黄热奶，这非常适合作为您每天早晨的起床饮品。
您可以准备一杯全脂纯牛奶，在锅中微微加热，千万不要煮沸，温热即可。接着加入小半勺纯姜黄粉，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撒入一丁点现磨的黑胡椒粉，搅拌均匀。这杯看似简单的热饮，其实暗藏玄机。全脂牛奶中天然丰富的乳脂，就是那把开路的钥匙。它温和地唤醒了胆囊，为姜黄素铺好了吸收的轨道，而那一丁点黑胡椒，则是忠诚的护卫。它拦住了肝脏的快速代谢，让营养直达血液。喝完这杯温热的黄金奶，您刚好可以出门去买个菜，或者在公园散散步。在这个微微出汗的过程中，气血的循环被调动起来，顺理成章地完成了最后一步的激活。第二个食谱是一道家常的姜黄黑椒炒鸡蛋。如果您不习惯喝牛奶，这道菜将是您餐桌上的抗炎法宝。在打散的鸡蛋液中加入一小撮姜黄粉和黑胡椒粉，热锅凉油，最好选用优质的橄榄油或山茶油，将鸡蛋倒入锅中，迅速翻炒出锅。在这个过程中，锅里的食用油承担了开路的重任，黑胡椒继续履行护送的使命。而当您将这盘金黄软嫩的炒鸡蛋作为早餐或午餐享用后，伴随着您一天的日常活动，营养便在不知不觉中被激活，输送到了身体的各个关节。您看，没有难以下咽的药片，没有繁琐复杂的熬煮，仅仅是在热奶里加一撮粉，在炒蛋时多撒一种调料，健康的闭环就这样在人间烟火中悄然完成了。然而，知道了方法，并不等于得到了结果。在这个追求快节奏的时代，很多老年朋友在尝试了几天新食谱后，如果没有立刻看到变化，往往就会选择放弃。这就涉及到了健康管理中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项修炼。长期耐心做生意就像种树，您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养生也是如此，您只管用正确的方式去浇水，然后等几十年岁月积攒下来的身体损耗，不可能靠几杯姜黄奶就在一夜之间逆转。细胞的更新、炎症的消退都需要时间，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而那些懂得把健康交给时间的人，最终都会收获岁月的厚报。在今天的分享即将结束之时，让我们再在心里默默重温一次这套简单的纪律：用优质油脂为身体开路，用微量黑胡椒为营养护送，用适度的日常活动将生机激活。别再端着那杯毫无用处的姜黄温水了，把您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花在真正能被身体接纳的刀刃上。钱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但一个拥有健康底气、不受病痛折磨的晚年，却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顶级财富。当您走到80、90岁，依然能步履稳健地去看看这个世界，依然能精神单体地陪伴在家人身边，这才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一切的终极意义。如果今天的这番拆解能让您对自己的身体多一份了解，对日常的饮食多一份笃定，不妨点个赞，或者把这段视频转发给您身边的老伴和老友，让他们也少走一些弯路，多掌握一份生命的底气。愿您在往后的岁月里，心境如流水般平静，步履如松柏般从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为您拆解更多藏在时光里的生命智慧。